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呢，除了记录我的日常工作，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挑战，我会用 iPad Pro 做完所有的工作，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代替电脑。那我一般的工作内容包括写稿子、拍视频、剪视频、发帖子、上网课等等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我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吧。一般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撸狗，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它就会在沙发上翻肚子撒娇，要我摸摸。撸完狗以后呢，我会马上喝水。我现在用的是这个40盎司的杯子，每天至少要喝2杯。虽然休斯顿回暖了，早上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冷。然后就要给毛孩子们喂早餐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日程。Good morning。OK。还是很困，所以我赶紧做了一杯咖啡提神。我们家的咖啡机很简单，我也不是什么咖啡专家。我喜欢喝浓缩加燕麦奶，那我会打发奶泡，随便弄一杯浓缩。最后加上我的巧克力酱，我最近很迷甜口的咖啡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开门放 Crockett 去院子里上厕所，让它跑一跑。它真的是一只欢乐的小狗。那这个就是我早上的日程。我刚洗漱了一下，然后把头发拉直了。我做了早餐，2个菜包，2个豆沙包，都在 Wee 上面买的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我今天在家工作一天的日常。最近我买了一个新的 iPad， 是 M4 的 iPad Pro， 然后我第一次买了蜂窝数据版的，就是带移动数据的那个，然后昨天我也把它弄好了。根据我现在的手机呢，再多加一个平板的流量套餐，是每个月多15美元，然后是无限制的流量，5G 的流量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，是我在所有的选择中看到是最便宜的。所以昨天那个我已经弄好了，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突然停电，去年就遇到过好几次，然后在上课的途中突然停电就很尴尬，要用我的手机来上课，所以我决定还是把我的 iPad 加上移动数据，这样的话如果停电了，我也可以继续用 iPad 来上课。那今天主要工作的内容就是要做语法视频，我已经想好主题了，但是我还没写好那个稿子和 PDF， 所以第一我要先把 PDF 写好，然后要录这个视频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会去剪这个视频。下午4点我还有一节课，所以在这节课以前我能剪多少剪多少吧。明天的课比较多，所以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剪视频。今天希望能够尽量的把大部分的剪出来，然后我也会尝试所有的工作都在我的 iPad 上完成。目前我已经试了2天了，基本上95%的工作我都可以用我的 iPad 来完成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是一个记录啦，所以我现在来吃个早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工作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我不喜欢吃肉包子，就包子的话我吃不了肉包子，我特别喜欢吃素馅的包子。这个是香菇青菜包，我觉得特别香。皮也很软，Wee的包子真的不错。这个小的是红豆包，特别小，这是红豆，这个是菜包。红豆包打开来，它是那种
比较细腻的豆沙馅儿。其实我喜欢吃那种比较粗一点的，可以尝得到豆沙皮的那种豆沙馅儿，但是没有买到。我的咖啡在这儿，还是好困呢。桌面的布置，因为我要尝试只用 iPad 来完成工作，所以电脑我就没有放在桌子上了，我只放了我的 iPad、我的耳机，还有笔。我还有一个鼠标，这个鼠标它可以连接3个不同的设备，现在把它连到了 iPad 上面，所以如果我用这个触控板累了的话，我可以用鼠标来操作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写语法视频的稿子。这个就是我的 iPad 屏幕，我其实是有4个不同的屏幕的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 Home， 就是主屏幕。平时一般白天我不工作的时候就会是这个屏幕，然后我还有个 Teach， 所以如果你点 Teach， 它就会切换到我上课的时候的屏幕，那就会有字典、Zoom、Dropbox、italki， 然后 Google Sheet、Pages 等等。下面的这个 Doc 上面的软件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无论你切换到哪个屏幕。我在这里我会放我的 Calendar， 显示我今天有什么课，然后这边会有这个 Files 的文件，可以很及时的打开我需要的课件等等。下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的是 Edit， 点击这个呢就会切换到 Edit 这个屏幕。一切软件都是我在剪辑的时候需要用的，比如说 LumaFusion、Procreate 这些，还有 CapCut， 这些都是剪辑视频会需要的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 Sleep。如果我打开这个模式，就会切换到这个深紫色的屏幕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这个模式下，任何的消息都不会进来，所以我不会收到任何邮件或者微信或者短信的消息。这个就是我在晚上要睡觉前，我会打开这个模式。如果我想要看点视频，也不会有任何的消息通知来打扰。那现在我要来做语法视频的稿子，我会打开 Edit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啦。我电脑上的文件都是会同步到 iCloud 云端里面的，所以呢，我在 iPad 上也可以打开。如果我在 iPad 上做编辑、修改，电脑上会及时同步。我的手机上看也是会同步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。新建一个文件夹，是第169课。写语法视频的稿子，我一般会用 Keynotes， 就是苹果自带的那个文档的编辑软件。写稿子都会用到 ChatGPT， 所以我会让它帮我写一个大概的介绍出来。然后如果我想不到例子，我也会请 ChatGPT 给我一些例子。但是真正的内容，我还是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写的。都已经写完了，大概花了我1个小时，全部都是在 Keynotes， 不是 Keynotes， 全部都是在 Pages 上面写的。我有一个特定的模板和特定的颜色，调整这些颜色呢，花了我一些时间，不过都写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视频录出来，然后我会用 LumaFusion 这个软件来剪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录视频吧。嗨大家，我已经录好视频了。我是用我的 Fujifilm 这个富士的 X-E4 录的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巧的相机，然后我配的是35，然后是 f2.0 的镜头，我觉得虚化效果很不错。麦克风我用的是猫马的这个，我觉得小巧便宜又好用吧，一直用的都是这个录视频。现在我就要把里面的视频导到我的 iPad 上，然后进行剪辑。iPad 没有SD 卡的卡槽，我需要用一个转接器。我用的是这个转接器，这个我已经买了好久了，安克的这个我觉得还不错。它有这个 HDMI 的接头，然后这里是插 SD 卡的，然后还有个 USB-C 也可以充电，有2个 USB-C 还有3个 USB 的接口。那我现在就来把它插到这个转接头里面，然后再把它导进我的 iPad。
现在已经下午2点40了，我中午吃了午饭，然后就一直在剪辑这个视频。用 iPad， 我的确是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学，所以最后呢，我是下载了 Final Cut Pro， 用这个来剪的。我剪了一个初稿，然后刚刚它就闪退了，我在开始叠加文字的时候它就闪退了，所以我打算先把这个剪好的保存起来，然后再继续编辑，以防万一吧。我还用了这个 Final Cut Pro 它自带的这个新的介绍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挺可爱的。然后我还做了手写，对，我用了 Final Cut Pro 做手写的字幕。看我的手写字幕，估计今天是剪不完了，所以我可能明天还要继续剪。那就先这样啦。上完课了，然后我今天试了一个新的方式，也是用的 iPad， 我觉得比前2节要流畅很多。我是这样安排的，左边呢就是我的课件，然后我会直接点播放，它就会全屏，然后我点这里它就会往下走，然后同时我也可以用我的笔在上面写写画画，学生都能看得到。右边呢是我们上课共用的一个 Google Doc 的文档，做笔记啊，学生写作业都会在这个上面来写。我在用 Zoom 的时候，学生看到的就是我整个屏幕的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流畅的。有的时候上课需要播放一些课文的音频，我就会把这个 Files App 也打开，但是我会把它隐藏在旁边。所以如果我需要播放音频的时候，比如说听课文回答问题，那我就会直接左滑就可以滑出那个 files， 然后我就可以点击播放了。对，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我要去做晚饭了。做完晚饭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剪一下那个视频，因为我觉得我大概只剪了一半左右，然后明天的课有很多，我不一定有时间能剪完。吃完晚饭再看吧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跟我一起用 iPad 度过一天，拜拜。